21世纪，周和正在睡觉时，一个穿黑斗篷的影子凑过来，二话不说就把魂魄勾了走。等他猛地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不是自己那挂着星星灯的天花板，而是糊着就报纸的土坯墙。醒了就赶紧起来烧火，懒驴上磨似的。等会儿你弟上学要迟到了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周和转头看见个中年女人正叉着腰站在灶台边瞪他，这是记忆像被按了快进键的录像带，哗啦啦往脑子里涌。这里是1975年的南清市，她现在的身体也叫周和，18岁，是周家最不受待见的丫头。而眼前这个女人是她这具身体的妈，王秀莲。周家重男轻女到了骨子里，弟弟周家宝是捧在手心里的宝贝。昨天队里来通知，说是城里要抽一批知识青年下乡，王秀莲和爸周建国合计了一整夜，拍板让他去。周和坐起来，脑子里还有些发懵。完了完了，搞错了，这届养收名册印得太密了，补偿，给你补偿，送个空间当赔礼，投胎去。空间。周和下意识地集中意念，眼前果然出现了一片约莫半亩地大小的黑土地，地里还孤零零长着棵半死不活的小树苗，旁边有个拳头大的泉眼，正慢悠悠往外冒清水。发什么呆？赶紧的，今天就得把你下乡的行李收拾出来，明天下午队里的车就来接。你弟说了，要买新玩具，你把你攒的那几块钱给他。凭什么？我在现代是独生女，爸妈把我宠成公主，哪受过这种委屈？被死神勾错魂已经够倒霉了，重生到这种家庭，还要被发配去下乡？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认了，我不去。你不去，家里的户口本在我手里攥着，我说了算。你弟是要留在城里的，将来是吃商品粮的，能去遭纳罪。你个丫头片子，去乡下挣工分，那是你的福气。福气？呵，我弟是宝贝，我就不是人了。周和的视线落在了靠墙的柜上，根据原主的记忆，户口本就锁在柜最下面的抽屉里，钥匙王秀莲总挂在裤腰带上。周和故意低着头，声音带着哭腔：下乡那么苦，我听说好多人去了都回不来，妈，我怕。21世纪的周和被魔鬼勾错了魂，投胎在70年代的周和身上，开局就要被迫下乡。少装蒜，哭也没用，赶紧烧火去，不然中午没你的饭。他说完，转身往外走，大概是去邻居家炫耀儿子不用下乡的好消息。脚步声远了，周和眼里哪还有半分哭腔，只剩下清明。他走到柜前，果然抽屉挂着把小铜锁。他记得原主说过，王秀莲怕钥匙丢了，晚上睡觉都摘下来，藏在枕头底下。周和溜进里屋，掀开枕头，一把黄铜小钥匙躺在那里。周和回去拿出户口本，又把钥匙放回枕头底下。死丫头，我要吃鸡蛋羹。周和心头一紧，迅速出去回到灶台边。我的鸡蛋羹呢？还有玩具，我要买新玩具呢。您赶紧把钱给我。钱没有，但我可以给你个好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明天给你个惊喜。周和把碗递给他，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，转身快步溜出了门。周和往居委会跑，负责下乡的张婶已经在办公室了。周和手里还紧紧攥着个布包，心里瞬间明白了7、8分。进来吧，门关上。张婶，我弟家宝自愿下乡。投胎在70年，拿着户口本就跑去居委会。张婶，我弟家宝自愿下乡。张婶叹了口气，没多问，在申请表上一笔一画的填。西北那边缺人，去了能挣满工分，就是苦，冬天能冻掉耳朵。他是男子汉，也该去历练历练。张婶没再说话，低头盖了章，把下乡证明塞进信封，递过来时，掌心还裹着2张皱巴巴的1块钱纸币。拿着，乡下没处买东西，买点红糖泡水喝，别亏了自己。我让小李明天下午去你家通知，就说抽中你弟了。你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，明天早点去集合的地方等着，别让你爹妈堵着。周和捏着那2张带着体温的纸币，鼻子忽然发酸。亲生父母把他当草芥，打他骂他，巴不得把他扔去最远的地方。一个素无深交的街坊阿姨，却肯为他担风险，偷偷塞钱叮嘱他照顾好自己。他鞠了个躬，转身跑进了屋里。第二天下午，拖拉机突突地停在胡同口。到了乡下好好干活，给你弟攒钱娶媳妇。周和突然停下脚步，从包里掏出那个信封，扔在地上。这啥？王秀莲捡起来，拆开一看，脸刷得白了。周和你个哒哒哒的，你敢给你弟弟报名？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干啥呢？干啥呢？这是组织决定，抽中周家宝去支援西北，光荣着呢。混乱中，周和被推进了车厢，他扒着栏杆回头，看见王秀莲被小李死死拽着，周建国气得浑身发抖。周家宝站在原地，嘴一撇，哇的哭了出来。拖拉机突突的开动了，周和靠在麻袋上，摸出张婶塞的2块钱，阳光透过车棚的缝隙落在上面，暖得像团火。周和被拖拉机拉到了火车站，拿着刚发好的车票，拎着自己少得可怜的行李上火车。他刚找到自己的位置坐稳，就见斜前方一对男女走了过来。燕之哥，你看他长得那样，怕不是心思不正吧？
小曼，不要胡说，你都不了解这位同志，怎么能这样评价一个人？周河并未理会，而是去了厕所。熟悉的空间瞬间将周河包裹，脚下的黑土地泛着油光。周河进入小洋房，暖黄的灯光立刻亮了起来。客厅里摆着宽大的沙发，楼上卧室的大床铺着柔软的床单。看到浴室里的大浴缸，周河的眼睛都亮了。在冷的能冻死人的冬天泡澡，这得多幸福啊！周河拐进厨房时，眼睛又一亮，里面样样俱全。周河走到外边，看着外面自家空间里的黑土地，嘴角忍不住往上扬。有这地方在，就算到了冰天雪地的黑龙省，我也不怕了。周河怕自己去厕所时间太长会有人有所怀疑，草草的看完空间后就赶紧出去回到座位。等几人下了火车，杏花村的都过来，点名了。季燕之到，郑小曼孙兰在这儿。李维到，周河我在。喊名的大队长，也就是杏花村的村长王铁柱。行了，都跟上吧，先回村再说。大队长，我还有个包裹在镇上邮局没取呢。我们俩也有，来的时候让家里给寄到邮局了，还没去呢。邢恩，你过来。周河顺着他的目光回头，就见一个高个子青年从人群后走了出来。铁柱叔，你带他们3个去邮局取包裹，我先带剩下的回村。你们取完直接往村口走，我让二主子在那儿等着。走吧。到了邮局门口，裴行安停下，指了指里面，就在这儿取，我在树下等你们。郑小曼和季燕之率先走了进去，周河却没动。他瞅了瞅四周，见没人注意这边，飞快地绕到邮局后墙的拐角。他意念一动，空间里早就备好的被子、褥子、搪瓷盆、暖水瓶之类的东西，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脚边。东西不算少，堆在一起看着还挺沉。周河看着这堆行李，有点犯愁，正琢磨着，眼角瞥见树下的裴行安，慢吞吞地朝他走过去。没等周河开口，就伸出手，我给你拿着吧。这不太好吧？多沉啊！没事，还有没有？周河点点头，见裴行安也没多说，迈开长腿走过去，把剩下的东西一股脑全拎了起来。看到从邮局出来郑小曼和季燕之，走吧，到了，知青点。裴行安把周河的东西往知青点土坯房门口一放，周河赶紧道了谢，从口袋中掏出几颗大白兔奶糖，拿着吃，一路辛苦了，裴同志。裴行安伸手接过周河手里的奶糖，转身大步走了，也不说声谢谢。周河心想，这人有点不礼貌啊。这时，3个女知青和2个男知青正看了过来。是新来的知青吧？我叫林慧，他们都叫我慧姐。这位同志是刘招娣，不太爱说话。周河，我给你占了床位，就在这儿。这位置我要了，我可不住门口，风大。你那破包裹看着就没什么东西，想必也不是什么值钱东西，给你5块钱，这位置让给我。这是我早就给周河占好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别给脸不要脸，5块钱够你买好几个月的口粮了。下乡的穷知青还讲究什么？床位是孙兰给我占的，我凭什么让？凭我比你有钱，拿着钱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。小满，都是知青，互相迁就点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少管我！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刚在邮局勾搭上那个人，现在又想抢我看中的位置，心思不正。呵，位置我不让，钱你自己留着吧。至于别的，有本事你也去勾，看人家理不理你。你个大大大的！行了，小曼，别闹了，让队长看见不好。行，你不让是吧？有你后悔的时候。说罢，气冲冲地拎着包袱往靠着门口的空位走去。别跟他置气，以后还要一起搭伙过好久呢。周河朝他点了点头，转头拍了拍孙兰的手，谢了，我没事。周河看着炕上铺好的褥子，心里清楚，这下乡的日子，怕是从今天起就不会太平了。你们今天刚到，累坏了，明天不用上工。明天早上村长到村口等你们，正好趁着功夫去镇上添置点脸盆、肥皂啥的生活用品，缺啥赶紧买齐。众人应了声，心里都松了口气。第二天一早，周河，醒醒，该起了，村长该来接咱们去镇上了。周河坐起来，赶紧跟着孙兰往村口走。远远就看见郑小曼、季燕之和李维已经候在那儿，旁边停着辆突突作响的拖拉机。刚走近，就听见几个大娘凑在一块嘀咕，声音不大不小，正好能飘进周河耳朵里。你瞅那新来的女知青，长得跟画里的妖精似的，这么俊，怕是要把村里小伙子的魂都勾走喽。就是说啊，小伙子们心思都放姑娘身上了，谁还肯卖力挣工分？大菊，你家二主可还没对象呢，可得看紧点。周河被这阵仗看得有点发窘，只能尴尬地朝他们笑了笑。姑娘，过来坐这儿。周河拉着孙兰走过去，刚坐稳就被那妇女拉住了手。哎呦，这姑娘长得可真俊，是昨天刚来的知青吧？我是村长王铁柱家的，你叫我崔英婶就行。这皮肤嫩的，跟城里的戏词似的，看着就讨喜。谢谢崔英婶。到地方了，你们自己转悠，晌午头在这儿集合，别耽误回城。周河跟孙兰手拉手进了镇，先直奔供销社。同志，要一盒雪花膏。你不用买别的了吗？来的时候都带全了。俩人往外走，
路过国营饭店时，周和脚步一顿，拉着孙兰就往里进，拎着热乎乎的包子出门。周和塞了一个给孙兰，拿着，刚出锅的，趁热吃。我不吃，你都请我吃牛肉面了，包子自己留着吧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我买的多，吃不完。谢谢。俩人回去的早，到拖拉机旁时，王铁柱正蹲在地下。铁柱叔，天热，开拖拉机辛苦了，垫垫肚子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拿着吧叔，回去路上还得麻烦你开车呢。王铁柱捏着包子，心里头热乎乎的。这城里来的姑娘长得俊，心眼还好。他嘿嘿笑了2声，把包子小心揣进怀里，对周和的好感多了几分。燕之哥，你看咱们新买的裙子，镇上供销社最好的料子呢，好看不？挺好看的，颜色亮。这城里姑娘穿的这么花哨，家里指定不差钱。我家二狗要是能跟他处上，往后还愁没好日子过。就是看着细皮嫩肉的，怕是不惊哄。我找个机会让我家二柱也跟他搭搭话。这些话飘进郑小曼耳朵里，她脸上的笑顿时僵了。本想在周和面前显摆，没成想引来了这群大娘的算计。拖拉机在村口停稳，周和就拉着孙兰往知青点走。刚拐进知青点所在，就见几个老知青扛着锄头往回走。明天就要上工了吗？慧姐昨天不是说了，咱们新来的得先跟着去地里熟悉熟悉，挣工分。空间里的粮食和肉能解决温饱，可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，总不能凭空变出来吧？这活可怎么干啊？周和，别怕，我在家常帮着下地，等我把自己的活干完，就去帮你。周和心里一暖，握了握他的手。孙兰看着腼腆，心肠倒是热得很。第二天一早，周和，醒醒，该上工了。这才几点啊？差不多6点了，村里上工早，得赶紧走了。周和无奈地笑了笑，搁以前这时候他才刚结束夜生活，准备睡觉呢。现在倒好，6点就得起来下地。到了地头，林慧指着一大片玉米地，咱们知青就负责这块，今天任务是拔草，都抓紧点。周和走到自己的区域，开始蹲在地里拔草。日头一点点升高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。慧姐，这得到几点才能下工啊？还得2钟头，12点准时收工。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这时，一道高大的身影从地头路过，是裴行安。他的目光不经意扫过周和，就定住了。这时周和正咬着唇，脸憋得通红。裴行安没做声，脚步顿了顿，又很快迈开，只是走得比平时慢了些，余光总忍不住往他那边瞟。好不容易熬到12点，周和几乎是被孙兰架着回的知青点。周和偷偷从空间摸了个肉包子和苹果填了肚子。中午刚躺床上歇了没多久，下午上工的哨声就响了。周和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自己上午干活的区域，刚蹲下就愣住了。他上午明明只拔了一小片，怎么现在整片区域的草都没了，土还松松软软的，显然是刚被人清理过。谁拔错地方了？他想不通，索性也不纠结，假装蹲在那儿拔草，实则偷偷歇着。日头快落山时，孙兰干完自己的活，连忙跑过来，本想帮周和，一看他那片地干干净净，惊讶地睁圆了眼。周和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我还想来帮忙呢，你都干完了？可能是我下午顺手多拔了点吧。回知青点后，周和胡乱扒了几口窝窝头就放下了筷子。等夜深了，他揣着个搪瓷碗溜进柴房，从空间里摸出一小碗热乎乎的馄饨，还有一盘绿莹莹的蹄子。他3两口就解决干净，连汤都没剩，这才觉得浑身的乏劲散了些。这时柴房门就被敲响了，是郑小曼。她推门进来时，狐疑地瞥了周和一眼，嘴角撇了撇，没说话。周和心里咯噔一下，转身出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周和跟孙兰刚走到地头，俩人都愣住了。昨天分配给周和那块地里的草又干干净净的了。周和，你昨晚梦游了，把草都拔了？他摇摇头，看着孙兰呆呆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我可没那本事，说不定是哪位田螺姑娘看我太笨，偷偷帮忙了呢。他环顾四周，一个高大的身影背对着他，正弯腰捆着什么，看着有点眼熟。周和没再多想，管他是谁呢，省得咱们受累了。走，去看看你的地块。这田螺姑娘也太好了吧！下午下工前，计分员王二妮背着个布包过来，在田埂上绕了一圈，到周和地块前停下了脚步。这地拔得真利索，各位先来的知青同志都瞧瞧，周和同志这块地草除得干净，土整得匀实，这态度就得表扬，都得学着点。王二妮是村长王铁柱的闺女，因为就这一个女儿，全家宝贵得很，不用下地干活，干着计分员这个好活。周和愣了愣，刚想谦虚2句，就听见郑小曼吃了一声，满脸不服气。凭什么？周和明明跟我一起下地的，怎么偏偏就他的地干净的像模像样，好事都让他占了？王二妮从小就喜欢长得好看的人，看到周和更是喜欢的紧，要不是人多，她肯定偷偷给周和记个满工分。到了晚上，我去找村长问点事，你先睡吧。孙兰没多想，点头应了。周
周和从空间拿出来的手电筒，悄悄出了门。他借着月光摸到自己明天要拔草的地块旁，远远就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在地里动着。周和的心跳忽然快了半拍，那身影他有点眼熟，他往旁边挪了挪，借着月光看清了那人的侧脸。裴行安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半夜不睡觉，跑来帮我拔草，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嘿嘿，既然他愿意帮，又不明说，那不如就给个机会。周和悄悄往后退了2步，没惊动他，转身往知青点走。路上，他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。明天早上又能看见一块干干净净的地了。天刚蒙蒙亮，周和跟着孙兰往地里走，远远瞧见自己那块地，果然又干干净净的。田螺姑娘又来啦！这时孙兰也反应过来，看向周和，哪有什么田螺姑娘，应该是有人看上周和了，才帮他干活的。想到这里，孙兰心里不由得一紧，周和这么好，可不能被这些村里人祸害了啊！周和蹲在地里，手里捏着根草蔓悠悠晃着，明显是在磨洋工。太阳渐渐升高，远处一个高大的身影从田埂那头走过来，正是裴行安。裴同志，等一下！裴行安脚步一顿，转过身来，眉峰微蹙，似乎有些意外。上次我从公社回来，行李沉得很，多亏了裴同志顺手帮我拎了段路，一直没谢过你呢。举手之劳。那也得谢啊！下午下工后，你要是不忙，还来这儿等我会儿，我有点事想跟你说。下午下工的哨声刚落，知青和村民们三三两两的往回走，周和故意磨蹭了几步，等人群走远了，才溜溜达达绕到地头。没等多久，就见裴行安从田埂那头过来了。裴同志，上次给你的奶糖好吃吗？裴行安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，那2颗奶糖他根本没舍得吃。还行，就只是还行啊，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攒下的呢。挺好吃的。裴同志，你说这乡下的活怎么就这么累呢？我实在扛不住天天这么折腾，我感觉我再干下去，身体会受不住的。裴同志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我能帮你，我力气大，多干点没事，帮助同志。你要是累了，我可以帮你干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裴同志，你每天干活也够累的了，哪能再麻烦你？不麻烦，我干得过来，真的，反正那点活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裴同志，那我问你，这2天我地里的草是你帮忙拔的吧？我收了你那么贵重的奶糖，帮你干点活是应该的。别紧张，我就是想谢谢你。不过啊，以后你帮我干活不用弄得那么干净，留点草让我自己拔拔，不然整天蹲在地里没事干也挺无聊的，总不能一直让你白帮忙。这几个包子就当裴同志帮我干活的谢礼啦。裴行安犹豫片刻，伸手接过了周和手中的油纸包。裴同志，总这么叫着，倒显得有些生分了，要不我往后叫你行安。他浑身一僵，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住，然后疯狂地雷动起来。裴行安看向周和，他还在笑，眼底亮闪闪的，像盛着星光。不太合适，还是叫我裴同志吧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就这么定了，行安。他张了张嘴，想再说点什么拒绝的话，可看着周和那双亮晶晶的眼睛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算了，他愿意叫就叫吧，只要能留在他身边，哪怕只是听他这么叫一声，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行安哥，我先回知青点了，那边还等着吃饭呢。路上慢些。周和冲他挥挥手，转身时故意把步子迈得轻快。周和径直往村长家去。周知青，你咋来了？来找铁柱叔有点事。爹娘，周知青来了，快进来快进来，刚吃完饭，屋里凉快。是小周知青吗？快坐快坐。婶子别忙，我就是来问铁柱叔点事，带了点东西，叔和婶子尝尝。你这孩子来就来，带啥东西？叔，我想问问村里能不能批块地，让我自己盖间小房子，知青点人多，下工了想清静会儿都难。盖房子啊，这事儿不好办。爹，要不让周知青跟咱们家搭伙过呗？我跟我娘都喜欢他。傻丫头，咱家老少5口人，住得满满当当的，你让人家小周知青住哪里呀？跟你住一起，我还怕你影响人家小周知青休息呢。二妮妹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也不想给叔婶添麻烦，我就是想找个清静点、人少点的地方，哪怕搭个简易棚子，能自己做点饭就行。王铁柱看着他，心里盘算了半天，忽然露出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。叔，您是不是有合适的人选？有话您尽管说，我不挑的。倒是有个人，就村最南头的裴行安，就是上次领你们去邮局的那个小伙子。那小子家里没啥人了，就剩个叔婶，在村东头呢，他家里就住着一个3间刚翻新的瓦房都空着呢，人也老实本分，就是他是个后生，你一个姑娘家跟他搭伙住，怕是不太方便。小周啊，你年轻脸皮薄，不知道村里这些长舌妇的厉害，你一个女知青跟裴家小子住医院，哪怕各住各的屋，传到后来指不定就变了味，到时候唾沫心思都能淹死人。叔，现在是新时代了，讲究男女平等，我和裴行安同志行得正坐得端，
清清白白的，怕什么？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爱说就说，反正我心里敞亮，您和婶子也清楚我的为人，这就够了。王铁柱被他这番话堵得没了言语。行吧，我明天去跟那小子说道说道。叔，我住过去不能白住，1个月给邢安同志2块钱，就当是房租和搭伙的费用了。靠，我明儿一早就去说。崔英婶看自家男人还有些拿捏不定的样子，伸手在他胳膊上拍了拍。你犹豫啥？小周是个好姑娘，我平日里跟张淑芬那几个碎嘴子唠嗑是多体贴，就说小周是嫌知青点人多，借助裴家空屋图个清静，提前把话头递出去，保管没人敢乱嚼舌根。就是，我看谁敢瞎编排周知青和谢安哥，谁要是敢胡说八道，我就撕烂他的嘴。你这丫头咋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，也不怕吓着小周。行了，看你把孩子吓的，小周你放心，有我和二妮在，保准没人敢给你气受。周和笑着道谢，又坐了会儿闲话家常，才起身告辞。走时，王铁柱还特意让二妮送他到知青点，生怕天黑路滑摔着。周和与王二妮刚走到知青点门口，哎呦，周和同志可算舍得回来了。夏公，哪会儿我就瞅见他跟裴行安在老槐树下头黏黏糊糊的，不知道嘀咕啥呢。那光景，旁人想插句话都插不进去。可不是嘛，前些个在邮局，我也瞧见了周和同志站在那儿，手里就那么个小布包，偏要麻烦裴行安同志帮忙拎着，俩人肩挨肩站着说话，那眼神说是同志情谊，谁信呐？我看啦，他今晚饭都没在知青点吃，指不定又找什么由头跟裴行安凑一块儿去了。一个女知青跟村里的光棍走那么近，就不怕别人说闲话？人家脸皮厚呗，说不定还觉得这样风光着呢，能让裴行安那样的壮劳力围着转。你们俩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？罗招娣和郑小曼吓了一跳，见是王二妮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又摆出理直气壮的样子。我们说我们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怎么不关我的事？周知青是去我家了，跟我爹娘商量事呢。你们凭什么编排他？下公路上说句话怎么了？邮局让帮忙拿个东西又怎么了？难不成男女同志就不能正常说话了？我看你们是心思不正，满脑子龌龊想法。我们就是随口说说。二妮，你急什么？随口说说，我看你们是吃饱了撑的。周知青哪点对不起你们？你们就这样编排他，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多拾掇拾掇自己那屋，一股子霉味。算了，招娣，别说了。二妮说的是，我傍晚确实去了王村长家商量借住的事。至于夏公和邮局那2件事，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邻里互助，倒让你们看出些别的名堂来。看来二位的心思确实比旁人活络些。王二妮还想再骂2句，被周和拉住了。算了，跟他们计较不值当。你别怕他们，再敢胡说，我撕烂他们的嘴。周和看着眼前这个为自己怒目圆睁的姑娘，心里那点因闲言碎语而起的烦躁瞬间烟消云散，涌上一股温热的暖流。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二妮。谢啥？他们就是欠骂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明儿让我爹给你回信。送走王二妮，周和转身进了知青点。第二天一早，裴行安拿着锄头准备走，就被匆匆赶来的村长王铁柱拽住了胳膊。行了啊，叔知道你这些年一个人过日子也不容易啊，这不是新来的知青多了吗？知青怨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，有个知青想跟你搭个伙，就住你家那几间空房，每月给2块钱，算作搭伙费和伙食费。你看这事。不用了，叔，我一个人住惯了。哎，你这孩子，你听叔说，那小周知青周和，对，就是他。上次让你陪着去邮局拿包裹的那几个，你还有印象不？就长得最精神的那姑娘在知青怨人挤人，夜夜睡不好，眼窝子都熬青了。你家那几间房空着也是空着，租给他，你能添点家用，他也能有个清静地方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他沉默了片刻，最终机不可闻地嗯了一声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行了，叔果然没看错你，你真是个好小伙。下午收工时，周和蹲在自己那块地里，慢悠悠拔着最后几棵杂草。不大会儿，王二妮走过来，朝蹲在田埂边的周和使了个眼色。周和起身，跟着他往不远处的老槐树下走。成了，裴大哥答应了，你今儿晚上就能搬过去。真的？那可太谢谢二妮姐了，也替我谢谢村长和裴同志。谢啥？都是应该的。你在知青院挤着也确实遭罪。等王二妮转身走开，周和脸上的笑意才淡了些，嘴角却依旧勾着，只是那弧度里没了半分感激，只剩如释重负的算计。周和收拾东西时，孙兰走了过来。周和，你这是？宿舍太挤，在村里找了户人家搭伙住。搭伙？好好的咋突然要搬？住这儿虽说挤了点，好歹都是知青，有个照应啊。哎，也是，这儿确实委屈你了，能找着清静地方也好，好歹能睡个安稳觉。有些人就是金贵，知青宿舍10几号人住着都没事，偏就他住不得，
这是把自个儿当以前的资本家大小姐时候呢？可不是嘛，刚上火车那会儿，见人啊，周河穿的那样素净，我还当是家里条件一般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余钱跟村民搭伙了，倒是我看走眼了。周河终于停下手里的动作，转过身时，脸上还挂着点浅淡的笑意，眼神却冷了几分。他没看刘招娣，只望着郑小曼。住哪是我自己的事，就不劳两位费心了。周河不再理会他们，刚把东西归置好，门口就探进个脑袋。周河，收拾好了没？我领你过去。我送你过去，顺便认认门，以后常去找你玩。王二妮也顺手接过个小包袱，三人并肩往外走。裴家那院子可清静了，就邢安一个人住，3间瓦房带个小院子，院里后头还种了点菜。你说的是裴行安同志家？可不是嘛，就他一个人守着那院子，空房多着呢。孙兰没再搭话，心里却打起了鼓。到了裴家院门口，裴行安见他们过来，微微直了直身。行安哥，这就是小周知青，你该还有印象吧？裴行安淡淡嗯了一声，之后领着他们往里走。就住这儿吧。麻烦裴同志了，还有些零碎东西没拿，我跟他们再回趟知青院。等再回知青院，周河说已经记清了路，让王二妮先回了家。他和孙兰进了宿舍，快速收拾好剩下的东西。天不早了，你就别送我了，我一个人能行的。孙兰还想再说点啥，被周河推着往屋里送了几步，只好不放心的进去了。周河刚出院里就撞见了季燕之。我都听小曼说了，你要去跟那个裴行安搭伙，男女有别，住一起像什么样子？你要不别去了，你东西已经送过去了，不行我就替你住进去吧。有难处可以跟我说，我替你想办法。周河脸上浮起一层明显的诧异，像是没听懂他在说什么。季同志，我不认为我们之间能熟到这种程度，我自己花钱租的地方，我不住，让你住啊。这天刚黑，季同志怎么地就开始做白日梦了？说完，周河拎着包绕开他就往外走，懒得再跟他多费口舌。季燕之望着周河毫不留恋的背影，眉头拧得更紧了。到了裴家院，周河先把东西归置妥当，这时敲门声响起。周知青，过来吃饭吧。周河本想拒绝，鼻尖却若有似无的飘来一股肉香。他顿了顿，腿脚竟比脑子先一步做出反应，跟着裴行安往院子正中的瓦房走。周河的眼睛瞬间亮了，他可没想到裴行安这家伙的伙食竟这么好。他拿起馒头，小口小口的嚼着。周河满足感漫上来，我来刷吧，总不能白吃你的。不用，你是客人，我来就行。你还给了钱的，我刷是应该的。那多谢裴同志了。看着裴行安端着碗筷进了厨房，周河转身回了自己屋，从空间里摸出2个苹果，转身出了屋，在院子里找了个小板凳坐了起来啃苹果。见裴行安洗完碗从厨房出来，诺，给你。裴行安愣了愣，迟疑着接过来。他没找地方坐，就在周河脚边的小板凳上坐下，好一会儿才试探着咬了一小口。他偷偷瞥了眼旁边的裴行安，这样的下乡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，要是能一直这样，倒也不错。裴行安似乎察觉到他的目光，抬眼望过来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他又飞快地低下头。周河挑了挑眉，没说话，转回头继续看天。夜风吹过，倒真有几分岁月静好的意思。第二天上午下工后，周河径直往村东头的村长家去。小周啊，快进来，这是刚下工。小周知青咋来了？吃饭没？没吃在这儿垫垫。叔婶二妮，我吃过了，也没啥大事。前2天托人从城里捎了点东西，给叔婶还有二妮带了点。你这孩子来就来，还带啥东西？叔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件事，你也能看出来，我这身子骨实在不争气，地里的重活干着有点吃力，我也不指望靠工分过日子，手里还有点闲钱，够自己花的。但我也知道，知青下乡就是来为村里干事的，总不能闲着，所以想跟叔商量商量，能不能给我派点轻快的活计，哪怕工分少点，不给工分都成，只要能为村里出点力就行。可不是咋的，我就说小周这细皮嫩肉的，哪经得住地里的折腾？铁柱，你就给孩子换个轻松点的活，别累坏了。爹，周和姐干活可认真了，上次拔草，她那片地比谁都干净，但她确实瘦，再这么干下去真要累垮了。她也不图工分，您就给她换个活吧。行吧，看你也是个懂事的，明个起你就跟着铁蛋那几个半大孩子去后山割猪草，那活不重，就是跑跑腿。谢谢叔，我肯定好好干。谢啥，都是应该的，快回去歇着吧，下工了也累，今天下午你就别去上工了，歇一下午，明个早上我让铁蛋那几个娃娃去陪家叫你。周和又跟翠英婶和王二妮道了别，这才转身离开。周和从村长家回来时，日头没有那么晒了。裴行安，先停一下，过来吃饭吧。裴同志，往后你不用再帮我拔草了。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？不是你不好，是我换活计了。村长说让我明天起跟着铁蛋他们去后山割猪草。行，下午我去跟铁蛋说一声，让他们多照看你些。
你跟着他们在山脚下转转就行，别往深处去，那里草密，容易绊着，时常还有野猪出没。好，听你的。次日清晨，周和刚放下碗筷，院门外就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童声。他走到门口一看，几个小娃娃挤在门槛边，为首正是铁蛋。你就是二妮姐说的小周知青不？我是。俺叫铁蛋，这是二丫，那是石头。你吃完饭了不？吃完了跟俺们上山割猪草去。周和应了声，转身背起裴行安昨晚就备好的背篓，他跟上几个孩子的脚步，往村后的山走去。一路走，铁蛋和几个小娃娃的目光就没从他身上挪开过，直勾勾的，带着好奇。你们总盯着我看啥？周和姐，你长得跟画本里的仙女似的。胡说，仙女哪用割猪草啊？那你肯定跟仙女沾点亲，不然咋这么好看？肯定是。周和被他们夸得心里愈贴，从兜里摸出一把硬糖，拿着吃吧，路上含着。几个小娃娃盯着手里的糖，眼睛都直了。这是糖，俺过年才能吃一颗呢。周和姐，你咋这么好？往后好好割猪草，姐还有糖给你们。铁蛋重重点头，把糖宝贝似的揣进兜里，脚步都轻快了不少。周和姐，快点呀，前面那片坡上的猪草可嫩了。周和姐，你是不是累了？要不你在这儿歇着，把矿子给我们。就是，周和姐，你搁这儿待着，我们去就回，保准给你装得满满当当。那你们小心点，别跑太远。知道了，二丫，石头，走。一群小娃娃顿时像撒欢的小鹿，叽叽喳喳地往坡上跑，笑声顺着风飘过来。周和找了石头坐下，忽然听见身侧的草丛窸窸窣窣响起来，周和心里一紧，不会真碰上野猪了吧？明明没往森林里走啊！别怕别怕，我有空间呢。真要是野猪冲过来，直接收进去，到时候嘿嘿，说不定还能尝尝野猪肉的滋味。正琢磨着，草丛里噌地窜出个白影，周和定睛一看，竟是只灰毛兔子，许是被什么惊着了，慌不择路的直冲冲往他身后的树干撞去。咚一声闷响，兔子脑袋一歪，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四脚蹬了2下就没了动静。周和愣了愣，随即哑然失笑。好家伙，原来守株待兔这事儿真能让我碰上。他利落地把兔子收进空间，刚坐回石头上，就听见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嚷嚷声。周和姐，我们回来啦！你看够不够？我们还找着好几桶水花生，老母猪最爱吃这个。周和看着那堆的像小山似的猪草，心里热乎得很。这小子是真能处。他摸出几颗水果糖，给二丫和石头他们几个一人1颗，又往铁蛋手里塞了2颗。辛苦你们了，周和姐放心，你回去歇着吧。这猪草我给你交到积分员那儿，保管不少你工分。那就多谢你了。周和到裴家后，就去了厨房。今天就露一手，做个爆炒兔肉吧。在周和的一手操作后，爆炒兔肉就完成了。周和坐在院里等着裴行安回来，院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。周和眼睛一亮，迎了出去。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，今天做了好吃的。裴行安嗯了一声，看着他转身往厨房走的背影，跟着走了进去。这是今天运气好，捡了只兔子，快尝尝我的手艺，在城里可没这口新鲜的。周和看着他闷头吃饭的样子，低头看向米饭，心里琢磨着，看来这灵泉水还能让饭变好吃。第二天，周和背着半满的背篓，跟在铁蛋几个身后往山坡上走。刚转过知青院后的土坡，就撞见郑小曼站在老槐树下。看见周和时，嘴角的笑僵了僵。凭什么？周和一个土丫头，除了脸长得好看一点，还有什么能比得过我？这时眼角余光瞥见知青点墙根蹲着个身影，是二狗子。二狗跟苍蝇似的，每天雷打不动的在知青点外蹲守郑小曼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郑小曼盯着二狗子，忽然计上心来，二狗过来。二狗子一听，立马跟打了鸡血似的窜过来。郑知青，叫俺啥事？你是同意咱俩的婚事了吗？你觉得周和那女人咋样？漂亮，跟画里的仙女似的，比你还……闭嘴！她那么漂亮，你就不想试试？俺咋敢试？人家能看上俺？怎么不能？我跟她住过一阵子，她偷偷跟我说，刚到杏花村就注意到你了，说你看着结实，是她喜欢的类型呢。真的，没人跟俺说过这话。骗你干啥？他刚往后山去了，临走前还跟我说让你过去找他呢。不过你可得悄悄去，女孩子脸皮薄，就算嘴上说不乐意，也是不好意思。你是男人，得主动点，懂不？懂，俺这就去见周知青。看着二狗子兴冲冲的背影，郑小曼脸上的笑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怨毒。周和，你不是能耐吗？等二狗子把你缠上，看你还怎么在村里抬头，到时候裴行安也不会再护着你这个不清不楚的女人。周和坐在树荫里，山风卷着草木气拂过，这时身后就传来沙沙的响动，像有什么东西在草里钻。谁？周和手腕一抬，这打了下去，二狗子软瘫在地晕了过去，翻出绳子，利落的把他手脚捆成粽子，扔到草垛里藏好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。刚收拾完，
就听见铁蛋他们的嚷嚷声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再歇会儿。”周和姐，快点啊，晚了该赶不上晚饭了。知道了。等孩子们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山路拐角，周和才转身回到草垛旁，拎着二狗子把他拖出来。醒了是吧？说吧，谁让你来的？二狗子被那眼神看得魂飞魄散。周和看着二狗子瘫在地上，抖得像筛糠，眉头皱得更紧。这怂样，别说对自己动手，怕是被人瞪一眼都得缩脖子，怎么敢独自摸到后山来堵人？忽然想起前几日孙兰来串门，提过一嘴郑小曼的烦心事。那个二狗子天天跟苍蝇似的，在知青点蹲守，郑小曼被缠得没辙，好几次想找村长说理，又怕传出去不好听。孙兰的话像根线，瞬间串起了前因后果。周和踢了踢二狗子的脚。是郑小曼，是她让俺来的。她说你看上俺了，让俺来跟你处对象，都怪她。要不是她撺掇，俺哪敢来惹你？这女人就是个祸害。周和听完，眼底掠过一丝讥诮，他蹲下身：“你说郑知青啊，他前几天还跟我念叨呢，说看你老实，心里其实对你有意思，就是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说。”二狗子一愣，眼里满是不信。他让你来追我，估计是想考验你对他的真心。你要是实在急着跟他好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直接生米煮成熟饭。她一个城里姑娘，抹不开面子，自然就从了你了。俺听你的。周和满意的解开他身上的绳子，晚上按我说的做，保你得偿所愿。天黑透时，知青院外的老槐树下，郑小曼正焦躁的踱步。二狗子去了大半天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难道没找到周和，还是得手了不敢回来？正琢磨着，一道黑影从墙根阴影里走了出来，是二狗子。他眼神沉沉的盯着郑小曼看，看得他心里发毛。咋样了？没找到。没事，下次再找机会。我有个计策，能让周和那女人身败名裂，就是得你帮个忙。什么办法？生米煮成熟饭，我把她绑到村头那间废草垛房，到时候要我怎么帮？你大约1个小时后来废草房帮我一把就行。二狗子没细说，只丢下这句话，转身隐进了黑暗里。郑小曼愣了愣，转身回了知青院，等了约莫半个时辰，悄悄溜出了院门，往村头的废宅走去。郑小曼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传来二狗子的怒骂：“你个哒哒哒的，别动，让老子碰一下是你的福气。”成了，周和，你也有今天。话音未落，他就愣住了。屋里哪有周和的影子，只有二狗子一个人站在中间，手里攥着根绳子，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你怎么在这？周和呢？找周和干啥？今晚的主角是你啊，郑知青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不是你说的吗？生米煮成熟饭。周和说了，你心里有我，就是不好意思承认。今儿个我就遂了你的愿。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我什么时候？郑小曼的尖叫被二狗子死死捂住，他这才明白自己掉进了周和设的圈套里。与此同时，知青院里灯火通明，周和刚跨进门，就故作惊讶地扫了圈。咦，郑知青呢？没在屋里？是啊，一下午没见人影了。这丫头片子，黑灯瞎火的能去哪？我刚才来的时候，好像看见她往村头草垛房那边去了，不知道去那儿干啥。草垛房？听别人说那地方荒了大半年，去那干啥？走，咱去瞧瞧。晚上不安全，咱几个一块去。一路上，刘招娣的大嗓门在夜里传得老远。小妹，郑小妹，你在哪啊？咋了这是？大半夜的吵啥？俺们找郑知青呢，人找不着了。村民们本就爱凑热闹，一听这话，三三两两的跟着往村头走。快到草垛房时，一阵模糊的哭喊顺着风飘过来，众人脚步一顿，刘大菊挤到前头，眯着眼往黑漆漆的屋里瞅。这啥动静？听着像。淑芬，过来，咱瞅瞅。嚯，有好戏！刘大菊使了个眼色，猛地推开了房门，满屋子的人都僵住了。看啥看？俺跟小曼是情投意合，自愿的。都围在这干啥？走走走，都给我回去睡觉！大晚上的不学好，凑着热闹干啥？赶紧收拾好，明儿早上到大队部找我来。李彦之僵在原地，脸色白得像纸。怎么会是他？怎么会是二狗子？下乡这些日子，家里没寄过1分钱，1张粮票，全靠郑小曼接济才没饿死。要是他跟二狗子成了亲，谁还会管我？往后的日子，我该怎么过？另一边的知青点早已乱成了一锅粥。不是我说，小妹这到底是咋想的？那二狗子除了力气大，还有啥？他是不是被人灌了迷魂汤了？这丫头平时看着挺机灵的，咋会跟二狗子扯到一块儿去？别是被人骗了吧？不是骗，是强迫。二狗子那混东西，肯定是他强迫小曼的。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得想办法救小曼。哟，季知青这话可就武断了，谁瞧见强迫了？我瞅着当时那光景，郑小曼自己也挺乐呵的嘛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小曼不是那样的人。张国强撇撇嘴，
没再往下说，只是嗤笑一声别过脸去。这时郑小曼回来了，视线撞上周和，那麻木的眼底突然炸开一道狠厉的光。周和，你这个大大大的，是你害我！孙兰，你拦我干什么？我变成今天这副样子，全是周和害的。郑知清说我害你，证据呢？没有证据就乱咬人，可是冤枉好人。再者说，我害你有什么好处？难不成是郑知清做了什么亏心事，见了我才这般心虚？我这人向来懒得惹事，但若是谁先惹到我头上……后面的话没说尽，可那眼神里的锐利让郑小曼莫名的打了个哆嗦，刚涌上来的力气瞬间泄了一半。小妹，你说啥呢？周知清早就搬出去单住了，范德琢磨是害你吗？咱跟他关系是不好，但也不能平白无故往人身上泼脏水啊！你也帮他说话，你们都串通好了是不是？都看我笑话是不是？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你们没一个好东西，全是假的，都想看着我出丑，滚啊！他疯了似的冲进女生宿舍。周和见郑小曼回宿舍了，估摸着也没啥热闹可看了，我先回去了，路上慢点，这阵儿天擦黑了。周和刚迈出知青点的门槛，身后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季燕之几步追上来，挡在他面前，脸上带着一种自以为是的笃定，仿佛做了天大的让步。周和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你搬回知青点住，让我去裴行安家落脚。你也知道，他那院子比知青点舒坦多了，只要你照做，以后我可以试着对你好一点。季燕之，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对你有意思？你别嘴硬，上次我什么？你自己不照照镜子看看长啥样？就你这样的，我能看得上？屋里没镜子，灶房总有水缸吧？再不济，你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瞅瞅你自己吧。周和懒得再看他一眼，绕开他就走，脚步没半分停顿。周和，你别后悔。第二日，郑小曼走出了知青点。媳妇可算出来了，走，咱这就去找村长，让他给开个证明，要去镇上领结婚证去。谁是你媳妇？现在不是，迟早也是，反正这辈子你就是我赵二狗的人了，跑不了。两人一前一后，气氛僵持地走到村长王铁柱的办公室。说吧，昨个晚上到底咋回事？村长叔，铁柱叔，您可得给我做主啊！这赵二狗早就不安好心，天天在知青点门口转悠，有事没事就来骚扰我。知青点的同志们都能作证，我一直躲着他，谁知道他竟然丧心病狂，昨天把我绑到那茅草屋里，对我做了那种事啊！您是村里的父母官，一定要为我这个外来的知青主持公道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铁柱叔，你别听他瞎咧咧，是他自己答应我的，说好了跟我好，现在反悔了，想反咬一口。我在村里这么多年，啥样人您还不清楚？我能做那事？王铁柱眼皮都没抬，心里却冷笑一声：二狗，你先出去，我跟郑知青单独聊聊。赵二狗不情不愿，临走前狠狠瞪了郑小曼一眼，那眼神像要吃人似的，仿佛在说：你给我等着。郑知青，先别哭了，喝口水缓缓，这事我信你。真的？但这事不好办啊，赵二狗是俺们杏花村人，爹娘都在，张淑芬那性子你也知道，难缠得很。我给你指条路，这事办成了，少不了人对你指点，但是却能让你摆脱赵二狗这个混蛋。村长你说，我都听你的，只要能摆脱赵二狗那个东西，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你直接去镇上找派出所，把这事原原本本跟他们说清楚，告他，让公家来审，最是公平。只是这事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让你去的，懂吗？郑小曼麻木地点点头，眼里的光却一点点亮了起来。赵二狗，你等着，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牢底坐穿。乡间的土路坑坑洼洼，郑小曼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，她后悔了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当初为什么要脑热跟着季燕之来下乡？想到季燕之，郑小曼眼里的恨意又多了几分扭曲的怨毒。季燕之，你也跑不了。赵二狗在知青点门口来回踱步，这娘们跑哪儿去了？正焦躁着，远处传来自行车铃铛声。就是他，他是赵二狗，昨天他把我，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有人举报你，跟我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。赵二狗懵了，眼珠子瞪得像铜铃。你个臭娘们，你反咬我一口，带走！哎呦我的老天爷啊！我赵家就这么一根独苗苗啊！你们公安同志可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带走啊！你儿子犯了错，我们现在要带他回所里审问，这是正常执法。你个哒哒哒的，明明是你勾引我儿子，前些日子还跑到我家，说要跟我家二狗相看，是我家二狗没看上你，后来你一直死缠烂打骚扰他，我家二狗没办法才跟你凑到一块儿，你现在居然反咬一口告他，你可真不是个东西！你个不要脸的张淑芬，你家赵二狗是啥德行？全村人谁不知道？他要是个好东西，能20大几了，还讨不上媳妇。郑小曼看着刘招娣挡在自己身前的背影，心里竟莫名泛起一丝感动。她的目光猛地转向人群末尾，落在季燕之身上。这一眼
让郑小曼心里的恨意突然变了味。郑小曼忽然觉得一阵可悲，她好像不该恨周和，最该恨的是季彦之。季彦之被郑小曼那怨毒的眼神扫得心头一紧，下意识打了个哆嗦。你再妨碍执行公务，我们就连你一起带走。张淑芬一机灵，瞬间就怂了，直到听见公安押着赵二狗往村口走的动静，季彦之悬着的心才悄悄落了地。赵二狗被带走了，这就好。只要赵二狗没能得逞，郑小曼就不可能跟他扯上关系，自然还得住在知青宿舍。一想到这儿，他心里甚至泛起点隐秘的窃喜。小曼住宿舍，就还得跟他搭伙吃饭。二狗啊，你等着，娘一定想办法救你，一定救你。人群末尾的周和抱着胳膊，郑小曼朝他走来。你想干啥？没事的，孙兰，看看他要说什么。周和，我能跟你谈谈吗？去那边，放心，我不会对你怎样，毕竟我也打不过你。走吧。周和，我落到今天这地步，全是因为你，但我不怪你了。我害你一次，你也坑了我一次，咱俩算扯平了。我技不如人，我也不恨你，更不会害你了。咱俩以后各不相干，你别再来找我麻烦，我也不会再惹你，行吗？呵，你还能有这觉悟？郑小曼，看来赵二狗这事对你打击不小啊。郑小曼没再争辩，只是别过脸去。周和见他没了下文，转身就往裴家走。热闹看完了，该回去看看裴行安今天做了啥好吃的了。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。周和凑到桌前一看，眼睛都亮了。今天这是咋了？做这么丰盛，有啥好事？你每天跟着下地，得补补，快吃吧，菜要凉了。周和扒着米饭，忽然觉得在这乡下待着，好像也没那么难熬。日头挂在半空，晒得人暖融融的。周和和铁蛋几个半大孩子挎着竹筐，正要上山割猪草，便揣了把水果糖跟了去。周和姐，近处的猪草都让咱给割光了，得往里头走点。你们搁着，我在这儿看着。铁蛋几个拿着糖欢呼的散开。周和看他们忙活，没留意林子里的动静。周和姐，周和猛地抬头，心脏瞬间攥紧。只见一头壮硕的野猪从树丛里疯了似的窜出，竟是直直朝着他撞过来。周和转身就往没人的方向冲，他怀里的秘密不能暴露。铁蛋他们还在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能动空间。小心！是裴行安。看到他的瞬间，周和不知怎地就松了口气。裴行安哐哐往野猪头上砸。铁蛋，快下山叫人！铁蛋几个连滚带爬的往山下跑。裴行安最后一拳砸下去，野猪彻底瘫了。他转过身朝周和走来。没事吧？周和仰头望着他，一时间忘了说话。两人四目相对，空气仿佛都静了。我的年爱，行安这是一个人干翻了一头野猪。都安静点，这野猪是裴行安一个人放倒的，按规矩他得多分些，尤其是那猪板油、里脊肉和后腿，得给他留着。大伙没意见吧？对。大猪、二猪，你们俩来杀猪，麻利点。周和姐，裴大哥，周和姐，你没受伤吧？俺刚才下山的时候心一直跳。我没事，让你担心了，给你的，谢你跑这一趟。周和姐，这太贵重了，俺不能要，拿着吧，你给我们送肉，还不许我谢你。周和姐，俺以后不要你的糖，也给你割猪草，你太好了。快回去吧，你娘该找你了。第二日天刚蒙蒙亮，周和姐，该上山割猪草了。这时看见季彦之在那来回踱步子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手里拎着个油纸包，看形状鼓鼓囊囊的，倒像是块肉。这几品大清早的不去上工，跑到裴家门口晃悠，准没好事。你们先去村西头的坡上等着，我待会儿过去找你们。那周和姐，你快点啊！周和这才慢悠悠地走过去。季彦之一眼瞧见他，眼睛瞬间亮了。周和同志，早啊！季知青，有事？你看，这是我分到的野猪肉。我想着你分到的那些肉虽多，但想必都是些糙肉。我这块不一样，看着肥，实则肥而不腻，最适合。所以，我看你一个女同志，处理那么多肉也麻烦。这样，我用我这块精品五花肉跟你换那些瘦肉，怎么样？你不亏的。呵呵，季知青，你是觉得我傻啊，还是觉得你自己太聪明了啊？我那20来斤精肉是裴同志拼死拼活把我从野猪嘴里救出来才得到的。要是没有裴行安，你连这块肉都没有。还有，你这块怕不是连塞牙缝都不够，还好意思拿来换？我什么我？管好你自己的肉，别整天想些天上掉馅饼的事。说完转身就走，连个眼神都懒得再给他。肯定是裴行安，一定是他跟周和说了什么，不然以我的魅力，他怎么可能不答应？季彦之垂头丧气地往知青院走，刚拐过街角，就撞见了背着锄头往地里去的王杏花。季知青，你这是拿着肉要去干啥呀？杏花啊，不瞒你说，我是城里长大的身子，实在吃不了这么肥的肉。我想着你们乡下人过日子精打细算，这肥肉能炼哦，炒菜香得很。这么好的事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，不如咱们换换。王杏花一听这话，顿时感动的眼圈都红了。换，季知青，你等着俺这就去给你拿肉。别着急，杏花，慢着点，别摔了。
不一会，王杏花提着肉小跑着回到原地。杏花跑挺快啊！季知青，你看，这是我家分到的肉，比你的那块多。拿着吧，跟你换。季知青，现在像你这么好的人真是少见。哎，没办法，杏花，以后别叫我季知青了，就叫我季大哥吧。我瞧着你，就跟瞧着我亲妹妹似的，以后我肯定好好照顾你。季大哥，这猪肉你不会做吧？等我今儿个啥时候得空了，去知青店给你做，保证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那敢起好，麻烦你了。你看，这次明明是我吃亏，可谁让你是我妹妹呢？只能我多担待点了。谢谢季大哥，季大哥对我真好。他低头瞅着手里那块肥肉，只觉得这肥肉都带着香。天杀的，谁动了老娘的肉，都给我滚出来！王大柱和王二柱刚进院，吓得赶紧冲进屋。那咋了？干啥呢？这是不就做个肉，咋咋呼呼的？你自己看，咱分的肉没了，就剩这么个玩意儿。这可是大柱二柱杀猪才多分的，一家老小就指望这点肉补，现在没了。谁干的？杏花呢？那死丫头天天就知道盯着知青点的那个鸡眼之看，指定是她。那不能吧？杏花哪敢啊？咋不敢？我去找她。王满仓和俩儿子赶紧跟在后头，一路追到知青点。王杏花，你个死丫头，给老娘滚出来！娘，你咋来了？俺正给季大哥做肉呢，马上就好。做肉？咱家橱柜里的肉是不是你给换了？是呀，娘，是季知青叫俺跟他换的。你看他给的这块全是肥的，能炼老多猪油呢。你不总说猪油金贵吗？这多划算！划算你个大头鬼！你知不知道咱那肉有3、4斤，他这破肥肉才几两？你疯了！季大哥说他把我当妹妹，这肉是特意换给咱的。还敢说？现在就把咱家的肉给我拿回来！拿不回来了，俺都给季大哥炒好了。把这死丫头给我拖回去，关到柴房里，没我的话不准出来。王大柱不敢违逆，拽着还在抽泣的王杏花就往外走。娘，季大哥不是故意的。王大菊几步冲进灶房，一眼就瞧见缩在柴火堆后面的季燕之，上去一把薅住他的衣领，跟拎小鸡似的把人拖了出来，啪的扔在院子中间。你个哒哒哒的，敢骗到俺王家头上了！俺家杏花傻，俺王家其他人可不是傻子，拿块破肥肉换走俺家3、4斤精肉，你咋这么大的脸？让你骗，让你哄俺家闺女。人群后面，郑小曼抱着胳膊站在知青点的屋檐下，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季燕之，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。季燕之，你也有今天，当初哄骗我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过会有报应？行了行了，别打出人命来。季燕之趴在地上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他看着王大菊被拉走的背影，心里又怕又恨，却连句狠话都不敢说。几天后，季大哥，这碗呢？季大哥，热乎的，我娘刚煮的，你快吃。杏花，你这胳膊咋了？谁打的？季大哥，不碍事，小伤。咋能是小伤？是不是你娘？我瞅着就像柳条抽的啊！要是我有本事，你跟着我，保准没人敢动你一根手指头。王杏花听着这话，心里甜得像进了蜜。季大哥，别说我了，你这伤咋还没好？可就算这样，季大哥还是俊朗得很。确实还有点疼。杏花妹，你先回家吧，我还有事。说完不等他应声，转身就走。王杏花愣在原地，痴痴地望着他的背影。这一幕恰好被跟着铁蛋几个孩子来割猪草的周和看在眼里。季燕之这模样，没了郑小曼，还有王杏花上赶着，倒是有几分能耐。石头，你看你杏花姐刚才给季知青塞的啥？我瞅着像鸡蛋呢。你婶子王大菊不是把鸡蛋看得比命还重？上次你小哥偷摸多吃了半个，被他追着骂到晒谷场，咋今儿舍得给外人？石头听了周和的话，他没多言语，闷头走着，心里头却把这事记牢了。娘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咋了？这是火烧屁股似的。我看见杏花姐了，她把家里的鸡蛋给知青吃了，就是那个季知青，天天端着架子的那个。哦，还有这出。晚饭刚过，李秀莲慢悠悠往王满仓家挪过来了。闲着也是闲着，过来跟你说话。大菊呀，不是我说你，杏花这丫头的性子是该好好磨磨了。咋了？她又惹啥祸了？也不算惹祸，就是今个俺家石头回来跟我说，瞧见杏花拿着家里的鸡蛋给知青点那季知青送去了。啥？这死丫头！我就说她这2天魂不守舍的，感情是又惦记那城里来的。上次打了她还不给老娘长记性。你也别气，我跟你说这事不是让你打骂孩子。你想啊，这年代鸡蛋多金贵，攒着能换盐换煤油的，他倒好，平白给了外人。再说了，那俩孩子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把家底往外掏，你说这像话吗？嗨，多大点事，不就一个鸡蛋吗？没啥。还正等杏花回来，有他好果子吃，也是一个鸡蛋而已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还得回去给石头补衣服呢。说着慢悠悠往家走，脚步里都带着点看戏的轻快。
李秀莲走后，王大菊心里头那股火越烧越旺。好啊，真是女大不中留。王大菊刚要起身去找人，就见院门口晃进来个影子，正是王杏花，脸上还带着没退尽的娇羞。死丫头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娘，你干啥？俺最近没犯啥错啊。没犯错，老娘问你，早上那鸡蛋，咱家是缺你吃还是缺你穿？你爹要下地挣工分，你俩哥是家里的壮劳力，家里就指望着他们仨干活呢。老娘天天煮鸡蛋，你爹一个，你俩哥各一个，每次也都有你的份。咱家就没有那重男轻女的思想，有他们的就有你的，是不是？可你呢？那鸡蛋是金贵物，攒着能换盐，还能给你哥娶媳妇。你倒好，说没就没了。你今儿就得给我说清楚，那鸡蛋到底进了谁的肚子？是不是喂了狗了？娘，你咋这么说？我咋说？我亲眼看着你揣着鸡蛋出门的，不是给那哒哒哒的，又是给谁？你当老娘瞎了是不是？王杏花心里咯噔一下，知道瞒不住了。鸡蛋算啥金贵物？等鸡大哥出息了，俺一天给你拎10个8个回来。出息？等他出息，老娘能不能活到那时候都两说。怕是等他蹬腿跑路了，你还在这儿做梦。娘，你别不信啊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季知青家是金氏的，那可是首都。我要是能跟他成了，咱不就相当于半个金氏人了吗？等他回了京，俺跟着过去，给他生俩胖小子，到时候就接你过去享福，天天让你吃白面馒头，喝大米粥，再也不用啃红薯干。王大菊被他这番话绕得晕乎乎的。京市、首都、白面馒头这些词在他脑子里打了个转，心里头那点火气居然慢慢消了，反倒冒出点美滋滋的盼头来。哎呀，俺家闺女就是有出息，娘没白疼你，这事啊，娘就不拦着你了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天刚蒙蒙亮，杏花村的土路上就传来了驴车咯噔咯噔的声响。姜卫国坐在车头赶车，姜依然时不时探头往村里望，姜婉则缩在角落。此时的裴家院子里，周和正捧着瓷碗，小口小口地喝着玉米粥。姜厂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欢迎？好小子，果然没看错你。当年你把我从野猪嘴里救出来，又救了我家婉婉，这恩情我得好好报。别说那些虚的，我这次来就是接你去城里的纺织厂保卫处队长的位置，我给你留着呢。吃商品粮，拿固定工资，比你在村里跑土强10倍。姜厂长，介意不说话？姜卫国愣了愣，便跟着他走到柴房门口。怎么有话不好当着人说？保卫科队长我不当，天天值夜班，没法按时回来。但我有个要求，能不能把名额换成坐班岗，不用体力活，适合女同志做的那种？姜卫国先是一愣，随即顺着裴行安的目光看向屋檐下的周和，瞬间明白了什么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好小子，长大了啊！行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名额我回去就给你留着，随时能来。他说着，转身走到院子中央，东西放这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爹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说话？我还没跟裴同志说清楚呢。说什么？说你能帮他在厂里站稳脚跟。你知道他是怎么拒绝保卫科队长的吗？他宁可不要这个铁饭碗，也要换个宣传部的坐班岗。你以为这名额是给谁的？还不是给那个跟他搭伙的女知青？人家心里早就有人了，别自讨没趣。我姜卫国的闺女还不至于上赶着去追别人。姜依然被训得眼圈一红，咬着唇别过脸，心里又气又酸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裴行安看向屋檐下的周和，半天没挪步。你有啥话就说呗，别杵着。姜厂长给了个纺织厂的名额，是宣传部的铁饭碗，不用干重活。我写不了字，也说不了什么场面话，干不来就想着，要不你去。我去。我就知道你能行。村里到镇上骑车得半个多钟头，路是远点，但天转凉了，早上骑车兜风也舒坦。你还知道兜风？铁柱叔开拖拉机时，天天嘴里念叨着。那我明天早上去送你，你先吃着，我去跟铁柱叔说一声，把你关系转的事定下来。我跟你一块去。这些天多亏铁柱叔和翠英婶子照顾，正好去到生谢。他转身回自己屋，从空间里摸出一小包用油纸包好的烟叶，又在空间里挑了2块颜色素雅的棉布，一起塞进布包里，快步跟上裴行安的脚步。行安，小周，这大清早的咋来了？快进屋坐。婶子，我们找叔说点事，这点东西您收下。啥事？坐下说。叔，周和在镇上纺织厂找了个宣传部的工作，今天来跟您说一声，过几天还要麻烦铁柱叔帮忙把关系转一下。啥？纺织厂的工作？周和姐你也太厉害了，才下乡多久就吃上铁饭碗了？哎呦，真是好消息！你这姑娘看着身子单薄，上工就是遭罪，这下去镇上坐办公室，可算不用遭罪了。以后可得好好干，到那里泼辣一点，可别让人给欺负了。放心吧，婶子，我会的。这事不难，你明天直接去上班就行。过2天我去公社开会，顺道把你的关系转过去，保准不耽误事。
那太谢谢铁柱叔了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路上慢着点，明天去厂里要是摸不清路，就让邢安多送你2回。第二天到了纺织厂门口，裴行安跟门卫大爷说明了情况，却没跟着进去，只站在门外侧，看着周河的背影一步步往里走。你就是新来的周河吧？坐那儿，桌子上有资料，提前了解一下。沈宁秀，过来给新同事讲讲咱们部门的规矩。你好呀，周河，我叫沈宁秀，大家都叫我秀秀。赵姐刚才跟我说过你了。她口中的赵姐，正是刚才那个行事雷厉风行的女人，宣传部部长赵桂兰。咱们部门一共5个人，除了赵姐，还有副部长李梅，她现在没在，在那边坐着的是她侄女李娟，也是咱们部门的。最后就是我了。新来的，听说你是农村来的，认识字吗？这些资料你整理一下，按日期归好类，弄完给我送过来。说完，他扭身就回了自己工位，连个正眼都没再给周河。李娟，你什么意思？故意刁难新来的同事？我就是让他熟悉下工作，没刁难啊。熟悉工作用得着拿这么厚一摞？自己的活自己干，别在这儿摆谱。这是怎么了？这么热闹？抬头一看，正是宣传部副部长李梅。宁秀啊，娟儿也是好意，想帮新同事尽快上手。咱们部门讲究互相帮衬，别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。娟儿，把资料给周河吧，让他慢慢整理，不着急。李副部长，谢谢您和李娟姐的好意，不过我刚跟赵姐报道时，她已经把资料放我桌子上了。您刚刚不在，不知道很正常，要是我现在整理这些，回头弄错了耽误事就不好了。说完这话，堵得李梅哑口无言，总不能说部长的安排不对。既然部长有安排，那这些资料你先收着吧，以后再说。李娟愣了一下，赶紧抱着资料坐回了自己的位置。周河转头看向沈宁秀，两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。这时赵桂兰走了进来，脸上带着开会后的严肃劲儿。刚楼上开完会，有个紧急任务，县里要搞个工业生产先进事迹宣传活动，咱们部的写篇典型材料，后天就要。周河，这个稿子就交给你吧，新来的多锻炼锻炼，尽快熟悉咱们的工作节奏。赵部长，这恐怕不妥吧？周河刚到岗，对咱们单位的情况还不熟悉，写出来的稿子怕是不符合要求，要不还是让李娟来写，她在部里待得久，情况熟，或者让宁秀写也行，她文笔一向不错。不用，就周河来写，正是因为新来的，才更需要通过这种实际工作尽快上手。材料的基础信息来我办公室给你，有不懂的随时来问我。周河应了声，转身往赵桂兰的办公室走。这有纺织厂这半年的生产报表，有车间里涌现的先进工人事迹，还有几份上级下发的宣传指导文件。不过2个小时，稿子就写好了。周河再次敲开了赵桂兰的办公室。赵桂兰接过稿子，先是漫不经心地扫了几行，随即眼神一凝，坐直了身子仔细读了起来。写得真好，数据用得准，事例选的也典型，文笔还这么利落，一点不像刚上手的新人。不用改了，你现在把他送到广播站去，让他们今天就播报。好。到了中午，广播站的播音员江依然准时上工，他拿起桌上的稿件准备念，目光扫到署名周河时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江依然狠狠扔进了垃圾桶，然后翻出昨天播报过的旧稿。老江，你这次给我们宣传部塞的周河可真是个好苗子，先前我还以为是个什么关系户呢，没想到还真有2把刷子。上午让他写的先进事迹稿，又快又好，逻辑文笔都没挑的，正好广播站这会儿该念了，你也听听，看看我们部的新人才怎么样。江卫国刚点头应下，广播里就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，正是他的女儿江依然。可两人听了半天，播的全是昨天重复过的内容，压根不是周河写的那份先进事迹稿。赵桂兰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脸色刷得沉了下来。这估计是依然太急了，拿错稿子了，我回头就说他。老江，这可不是拿错稿子那么简单，周河刚上手就拿出这么好的稿子，要是因为这种事让他觉得咱们厂里不重视人才，寒了心可怎么好？这事还得麻烦你尽快弄清楚，该纠正的纠正，该说明的说明，别让好好的人才受了委屈。等吃完饭回宣传部，周河，刚我特意去广播站问了情况，他们说上午整理稿子的时候太急，把你的稿子和昨天的弄混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跟他们说了，明天一准儿优先播你的。没事，赵主任，不着急，明天播也一样。可他垂下的眼帘里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光。江依然这口气，他可没打算就这么咽下去。下班铃一响，走，今晚去国营饭店搓一顿。你刚来，我请你吃顿饭，不过分吧？俩人并肩往厂门口走，周河的目光突然顿住。今天上班累不累？不累，抱歉啊，宁秀，今天没法跟你一起吃饭了，家里人来接我了。
懂，你们玩得开心。沈凝秀站在原地望着两人并肩离去的背影，真好啊！谢谢同志。扶他起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季燕之。今天真谢谢你了，不然我都不知道在那儿坐多久。我请你去国营饭店吃碗面吧。不用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嘴上说着拒绝，眼神却带着点期待。见沈凝秀坚持，他才勉强松了口。那就麻烦你了。第二天，周和刚踏进宣传部办公室。周和，快过来坐。我今早看见江依然了，脸拉得老长，估计是昨天改稿子的事被江厂长骂了。他们是亲父女，能真骂几句，顶多是说2句场面话罢了。周和，你进来一下。上面领导后天要来检查，这是关于咱们厂生产标兵和技术革新的材料，你把它整理成广播稿，务必写得扎实又出彩。领导检查时要播的，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放心吧，赵部长，我一定做好。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刚坐下，沈凝秀就凑了过来。赵姐，这是把重头戏交给你了啊！这稿子关系到领导检查，你要是干漂亮了，以后谁还敢小看咱们宣传部的你？他俩的话被斜对面的李娟听得一清二楚。他小眼睛滴溜溜一转，悄悄抬眼看向姑姑副部长李梅，两人交换了个眼神。李梅微微挑了下眉，李娟立刻低下头，嘴角却勾起一抹不怀好意的笑。周和交完稿子走了出来，就见沈凝秀坐在桌前，眼神发直地盯着窗外，连他走到身边都没察觉。那嘴角挂着的嗤笑，眼里藏着的甜意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怀春了。发什么呆呢？魂都快飞出去了，一副思春的模样。哪有，就是最近认识了个挺不错的男人。哦，什么男人能让我们沈大小姐魂不守舍的？对了，周和，你不也是下乡知青吗？那你认识一个叫季燕之的知青吗？就是天天穿白衬衫，长相白净，看着挺斯文的那个。季燕之，那家伙怎么追到纺织厂来了？你喜欢的该不会就是他吧？你认识他啊？他认识不是特别好，说话也温温柔柔的。秀秀，我跟你说，季燕之那家伙没你看到的那么简单。怎么了？他看着挺老实的啊。老实？呵，我跟他在一个知青点待过，他最擅长的就是装斯文，说漂亮话。之前在乡下就总借着谈理想的由头跟女知青套近乎，吃人家的，用人家的，转头就忘了。你可别被他那副样子蒙了。真的吗？可他昨天看着不像是那种人啊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不是不让你跟他来往，就是提醒你多留个心眼，别太轻易相信他的话，也别傻乎乎的什么都付出。沈凝秀咬着唇点了点头，心里那点刚冒头的情愫被周和的话浇得凉了半截。再想起昨天请季燕之吃饭时，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心里不由得泛起了嘀咕。到了第二天，都打起精神来，市工业局的张局长马上就到，这可是咱们厂的大事，都拿出最好的状态来，别出岔子。厂区主干道上，姜卫国正陪着市工业局的张局长往前走。张局长是赵桂兰的公公，为人严谨，最看重实干。广播里突然响起江依然的声音，张局长停下脚步，认真听了几句。这稿子写得不错，既讲了数据，又有具体事例，没说空话套话，写稿的小同志很懂行啊。张局长过奖了，是我们宣传部的年轻人砍下功夫。这个播音员也不错，语气生动，铿锵有力的。这时江依然在广播里补了一句，稿子内容虽说看着还行，但说句实话，这都是抄来的，根本不是原创。这句话像颗炸雷，瞬间让周围的空气凝固了。张局长的脸色刷得沉了下来，眼神锐利地盯着姜卫国。姜厂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局长，您别误会，这孩子肯定是胡说八道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乱说话。不懂事？播音员在官方广播里说这种话，是不懂事能解释的。如果稿子真有问题，是抄袭，那你们厂的宣传工作是怎么把关的？如果是假的，那就是造谣生事，性质更严重。姜卫国带着江依然进来时，赵桂兰脸色瞬间更沉了。赵部长，忙着呢，有点事想跟你核实一下。姜厂长有话直说。刚才广播的事你也知道了，依然说周和写的稿子是抄袭的，还是你们部门李娟告诉他的。这样，你把你们部门的周和叫过来，咱们当面对质。周和做错了什么要被对质？那稿子我逐字逐句看过，逻辑和细节都是结合咱们厂实际写的，怎么可能是抄袭？姜厂长凭一句话就怀疑自己的员工，是不是太武断了？怎么是武断？就是你们部门李娟跟我说的，她还说周和写稿的时候，桌上摆着好几份外的工厂的材料，不是抄的是什么？姜依然，你确定是李娟告诉你的？当然，她亲口跟我说的，还说怕周和连累部门，让我多注意呢。把周和和李娟都叫进来，我倒要看看，这到底是周和真的抄袭，还是有人在背后搞鬼？就是他跟我说你抄了外地工厂的稿子，现在人证就在这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是我没说过这话。姜同志，
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就是跟你提过，周和参考了几份外的材料，没说他抄袭啊。江厂长，这是我写稿的全部过程，从提纲到初稿，再到修改后的终稿，每一步都有记录，您可以看看有没有哪一处是抄来的。周和写这篇稿子时，从资料筛选到内容打磨，我全程都参与了。他不仅没有抄袭，反而结合咱们厂的实际情况加了很多细节，比如老工人张师傅调试机器的事，外地材料里根本没有。说周和抄袭，得拿出证据吧，总不能凭着一句空口白话就污蔑人。我看呐，江厂长还是得多管管家里人，别让他在厂里乱说话，影响不好。江卫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他心里瞬间明白了，是自己的闺女被人当枪使了。李娟，你说我抄了外省工厂的报告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我抄的是哪个厂的？稿子在哪里？我又是从哪里找到的？你说我对着报纸抄，那报纸呢？拿出来看看。我就是听人说的，不是我故意的。赵部长，小周同志，这事是我不对，没问清楚就过来兴师问罪，委屈周同志了。明显是你在背后搬弄是非，挑拨离间，你被开除了。我们厂里不需要你这种人才。不要啊，厂长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赵部长，这事就这么处理，您看行吗？后续我会让办公室发个通报，澄清周同志的清白。但是您看，张局长那边我会去说的。厂长先请回吧。江卫国拽着江依然的胳膊往外走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。李梅，赶紧把人处理掉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是，赵部长。下班铃响，周和就跟沈明秀一起往外走。到了晚上，周和和裴行安在院子里坐着。裴行安，谈恋爱吗？谈恋爱？我不太会说那些，我不知道怎样对人好，但是我会学的，我会让你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周和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好啊，那以后就麻烦你多护着我，照顾我啦。裴行安猛地抬头看他，见他眼里满是笑意，没有半分玩笑的意思，嘴角不受控制的往上扬。裴行安，我跟你说个好玩的事儿，明天你帮我去，成不？行，我帮你。第二日天刚蒙蒙亮，裴行安揣着周和给的一把硬糖，绕到村西头的坡地。行安哥，俺周和姐最近咋样啊？自从她去镇上上班，俺天天蹲村口都见不着人。镇上是不是有卖糖花的？上班是不是比割猪草好玩多了？你周和姐挺好的，就是镇上活忙，每天要写字，很累的。糖花倒是有，她昨天还说等歇班了，给你们带回来呢。铁蛋眼睛瞬间亮了，刚要欢呼，就见裴行安的目光落在了石头身上。他伸手把人拉到身边，刚要低头凑过去说悄悄话，铁蛋立马凑了上来。行安哥，你俩说啥悄悄话呢？还不让俺知道？是不是周和姐有啥指示？要我说你该找俺，每次送猪草都是俺跑的腿，她最信任俺了。才不是，上次周和姐叫俺给她干事，还夸俺了，她明明最信任俺。跟你俩都说行了吧？不过这事儿主要得石头来干，铁蛋帮着打掩护，而且这是咱们仨的秘密，要是让旁人知道了，下次周和姐可就不给你们带糖了。铁蛋和石头对视一眼，眼睛瞬间瞪得溜圆，保证不说出去。裴行安把计划在两人耳边细细交代完，又单独拉过石头，指着不远处刘大菊家的方向，反复叮嘱他们要说清楚后别说错了。行安哥，你放心，这种事儿找俺就对了。行了，知道你跟你周和姐最有默契，记住了，一会儿别露怯，办完事儿我再请你们吃糖。婶子，喊啥喊？说吧，是不是又馋了？找我可没用，我可一份多余的闲钱都没有啊。不是，婶子，俺刚下工的时候，在田埂上听见季知青跟人念叨，说要去镇上找啥小姑娘。婶子，季知青不是俺杏花姐的对象吗？他咋能去找别的姑娘啊？俺也听见了，他还说要给那姑娘带他从城里带来的稀罕玩意儿呢。刘大菊撸起袖子就往外冲，刚跑到知青点门口，就看见自家闺女往院里张望，眼神里全是盼头。娘，你干啥打俺？俺在这等季大哥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等个屁！人家都揣着心思去镇上找城里姑娘了，还等着你？你就是个睁眼瞎！不可能，季大哥不是那样的人。他前几天还跟我说，等他家里寄钱过来，就要给俺代理的卖乳精呢。娘，你别听人瞎转。瞎传，俩孩子都听见了，还能有假？跟我去镇上，今儿个就去瞧瞧，看他到底是啥心肝脾肺肾。我还盼着他将来能带你去京市享福。他倒好，先给我整这出。今天一大早，周和就拉着旁边的沈明秀说悄悄话，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说了遍。何姐，你这招绝了！我早看那姬燕之装模作样的不顺眼，这回准让他现原形，让他天天想着法来找我占便宜。等会儿你去跟纺织部门组长说，就说后勤的刘小燕有东西落在车间了，让他去后门取东西，
记得提一嘴，让他找个穿白衬衫的男同志，说那人是帮着带东西的。沈凝秀连连点头，转身就去传话。刘小燕抱着取东西的心思，快步走到后门，远远就看见一个个男人，就走了过去。好你个不知廉耻的哒哒哒，敢看上我家姓花的男人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脸！姬燕之往后面躲，就看见一双红彤彤的眼睛就出现在了他面前。姬燕之一瞧，正是脸色惨白的王杏花，看着他的眼神里全是失望。住手，都别打了！同志，你们可得为我做主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他上来就打我，还说我勾引他女婿。我今天就是来取东西的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我们家杏花痴心等着季知青，家里省吃俭用给他送粮送菜，就盼着他将来能娶我们杏花。结果你这个哒哒哒的就把他勾走了，我们家的心血全白费了啊！那个男同志，你过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个杀千刀的哒哒哒，吃我们家的粮，穿我们家的布，我们杏花掏心掏肺对你，你竟敢背着他勾搭女人！我打死你这个没良心的！大娘，别打了，有话好好说。再看季燕之躺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，一只眼睛也被打肿了，眯成一条缝。行了，好戏看够了，先走吧。两人往纺织厂正门走，沈凝秀就眼睛一亮，指着不远处：哟，你的搭伙搭子又来接你了。等久了吧，这是我对象裴行安。周和看着沈凝秀瞪圆眼睛，一脸呆愣的模样，忍不住笑出声。看你那傻样，走，请你去国营饭店吃晚饭。别，我就不当电灯泡了，你们小俩口好好相处，我回去吃饭就成。什么电灯泡？你是我在厂里最好的朋友，他是我对象，一起吃顿饭怎么会打扰？再说了，今天这事还得谢谢你帮忙呢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怎么能看到这么大的热闹呢？听着最好的朋友几个字，沈凝秀心里一暖，刚才的惊讶全化成了感动，眼圈都有点发热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三人就往街口的国营饭店走去。下班我来接你，别自己走。知道了。刚走进办公室的门，一只手就突然拽住了他的胳膊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李梅的事啊，听说李娟她爸妈找来了，直接冲进咱们部门，当着全厂子路过的人，把李梅好一顿骂，最后还动手了。动手了？可不是嘛！我听下面车间的人说，李娟她爸妈是来让李梅接着给李娟找工作的，说李娟被开除后在家天天哭，骂咱们厂不近人情。李梅说厂里有规定，她没本事办，结果李娟他妈当场就炸了，指着李梅的鼻子骂她忘恩负义，说当初要不是家里供她读书，她哪能当上个副部长，还说她胳膊肘往外拐，连亲侄女都不帮。唉，后来厂长都被惊动了，好说歹说才把人劝走。你是没看见，当时好多人围着看，李梅站在那儿脸都白了。我听我爸说，厂里考虑到影响不好，已经在琢磨着给她降职了。周和，你过来一下。周和朝沈凝秀递了个眼神，转身往主任办公室走去。作罢，想必你也听说李梅的事了。刚听沈凝秀说了几句，厂里已经初步定了，要把她从副部长的位置上降下来，调到后勤科去。她空出来的这个位置，我想让你顶上。主任，这不行，我来部门还不到1年，论资历论经验都不够，怕是担不起这个担子。资历不够可以慢慢补，但能力不是谁都有的。你刚来的时候，我还担心你一个知青做不好宣传工作，结果你写的报道被市里的报纸转载，组织的车间文化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，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咱们部门现在的情况你也清楚，除了你就剩下沈凝秀，她性子太跳脱，做事不够稳重，真把担子交给她，我不放心。既然主任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就试试，后续要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还请您多指点。呵，我就喜欢你这爽快劲儿。不过你也别太有压力，刚开始可能会忙点，慢慢就顺了。过几天厂里会统一安排招工考试，咱们部门要招2、3个新人，到时候你多照看着点，把新人带起来，以后部门的工作也能更顺些。您放心，到时候我会好好带新人，尽快让他们熟悉工作。我信你。赵桂兰又跟他交代了些后续工作的注意事项，才让他离开办公室。怎么样？主任找你说什么了？是不是跟你说升职的事？周和笑着点头，没多说什么。以后还要跟你多配合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能行，以后你就是副主任了，可得多带我。刚主任跟你说招工的事了吧？这次可不是咱们宣传部独一份，听说别的部门还有车间里都留了少量女公民了呢。车间也有？可不是嘛，我听我爸说，这次是厂长特批的，说是要给村里的青年多些机会，不过名额少，估计竞争的挺激烈，好些人都托关系打听呢。周和嗯了一声，他想起王二妮，周和心里有了主意。到了下班时间，周和刚走到厂门口，就看见裴行安等他。今天怎么这么慢？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事了？没啥事，我有件事要跟王铁柱说。
一会你送我去他家一趟。两人很快到了村长家。小周知青，裴小子，这么晚了怎么过来了？快进屋坐。周知青来了，快进屋暖和暖和，我给你们烧点热水。叔婶，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你们说。我们厂最近要招工，不仅招办公室的，还有车间女工名额。我觉得二妮挺合适的，想让她试试。周知青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二妮也能去工厂当工人？周和姐，你说我能去工厂？当然是真的。这次招工要考试，主要考些基础的算术和识字，还有动手能力。二妮，你平时跟着你爸学认字，算术也不差，只要好好准备，肯定能行。周知青，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！要是二妮能进工厂，那真是祖上积德了。婶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就是随口提一句，能不能成还得看二妮自己。对了，报名时间就这2天，你们明天赶紧去镇上的招工办报名，别错过了。又叮嘱了几句考试注意事项，周和才和裴行安离开。多亏了周知青啊，咱们这村里消息慢，等咱们知道招工的事，人家早招完了。二妮，你可得好好准备，别辜负了周知青的心意。爹娘，你们相信我，我一定能考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周和一边忙着熟悉副主任的工作，一边惦记着二妮的考试。直到周五下班，他刚走出办公楼，就看见王二妮向他跑来。周和姐，我考上了，我真的考上了，分到了纺纱车间。太好了，我就说你肯定能行。周姐姐，要不是你告诉我消息，我哪能有这机会啊？走，快回家告诉你爹娘去。回到家时，两人刚坐下准备吃饭，就听见敲门声。周知青，裴小子，我们来给你们送点东西。里面是点糕点，不值钱，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谢谢你帮二妮这么大的忙。叔婶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也没做啥，主要还是二妮自己有实力，能考上全靠她自己努力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要是没有你告诉我们消息，我们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。这糕点你一定要收下，不然我们心里不安稳。叔婶，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。二妮能考上，也是她自己争气，以后在厂里好好干，肯定有出息。王铁柱夫妇又说了些感谢的话，才带着二妮离开。日头刚擦着西山间，杏花村的土路上就涌来一群刚下工的庄稼汉和婆娘。哟，这不是淑芬家的二狗子吗？还真是招二狗，他不是进农场改造了吗？怎么这时候回来了？淑芬，快来看，你家二狗子回来了。你们家儿子才回来了呢，少拿我寻开心。娘，我真回来了。二狗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娘还以为……娘，我没事，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瘦了，都瘦了。娘这就去镇上给你割肉，买2斤五花肉，咱炖着吃，好好补补。知青典礼，郑小曼正端着碗玉米糊糊，刚喝了一口，就听见外面有人说赵二狗回来了。他手里的碗筐当一声砸在桌上。别怕，有我嘞，他刚回来，未必会马上找你，先稳住。可郑小曼的身子还是抖得厉害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她真的后悔了，当初不该对周和有坏心思，更不该招惹赵二狗。到了晚上，赵二狗在知青点的院门口没等多久，就见郑小曼端着个木盆出来，看样子是要倒洗菜水。小曼妹子，好久不见啊！郑小曼吓得手一抖，木盆里的水正好浇在赵二狗身上。你找死！住手！你敢在村里打人，还敢欺负知青？我看你是在农场待得忘了规矩。赵二狗只好灰溜溜的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周和，等会儿你去趟保卫科，跟新上任的沈科长对接下安全生产宣传的事。听说这位沈科长是部队转业来的，刚空降没2天，做事挺严谨。你把稿子给他过目，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。咱们得跟保卫科把口径对齐。周和点头应下，揣着宣传稿往保卫科走。他敲了2下门，进来。你就是周和副部长吧？沈队长，我是宣传科的周和，来跟你对接安全生产宣传的稿子。周和同志你好，我叫沈燕子，是咱们厂保卫科的科长。沈科长，这是我写的安全生产宣传稿，主要讲了车间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理流程，你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。咱们得确保内容符合保卫科的要求，也得让工人能看懂。沈燕慈接过稿子，低下头，把注意力集中在稿子上，眉头微微蹙起，看得格外认真。周同志，你这篇稿子文笔确实不错，逻辑也清晰，把安全生产的重点都列出来了。但有个问题过于侧重理论了，你写的发现隐患立即上报，工人可能不知道立即上报要找哪个部门，上报流程是什么，还有规范操作设备，没说清楚哪些操作算违规，比如车床操作时不能戴手套，这个细节的加上，工人一看就懂。沈科长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我回去后把这些细节加上，再补充几个车间常见的违规案例，改成图文结合的形式，这样工人更容易理解。这样就好。咱们做宣传，最终目的是让工人把安全记在心里，得接地气才行。等你修改完，咱们再对接一次，争取下周就能把宣传册印出来，分发到各个车间。好，我尽快修改，
明天上午再给你送过来。下班后，沈燕慈骑着自行车去了杏花村。沈燕慈的视线落在了知青点门口的槐树下，是郑小曼。小曼同志，还记得我吗？这是给你的枣泥糕和奶糖，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。妈妈妹妹，慢慢妹妹4个字一出口，郑小曼的动作瞬间僵住。我是燕慈哥哥，沈燕慈。小时候你还抢过我的弹弓，把我耳朵抓出血了，你不记得了吗？燕慈哥哥，别哭了，这些年你在乡下受苦了。燕慈哥哥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爹娘都不在，我一个人在乡下，好害怕。不怕了，不怕了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我现在在镇上的纺织厂工作，离这儿不远，你要是有事，随时去找我。这钱你拿着，买点吃的，不够了再跟我说。郑小曼攥着钱和油纸包，眼泪还在流，嘴角却慢慢翘了起来。下乡1年多来，她终于又见到了熟悉的人，终于有人能护着她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以后我会常来看你的。燕慈哥哥，你也要多保重。沈燕慈又叮嘱了几句，才转身往自行车的方向走。第二天，两个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张淑芬几人。周知青下班了呀？说起来，周知青，你跟邢安这事儿也该定下来了吧？总不能一直这么拖着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邢安也老大不小了，村里像你们这样的早就成家了。张婶，我跟邢安准备过些日子就办事了，到时候定了日子，一定请您来喝喜酒。这丫头明明有机会回城，怎么就甘心跟一个糙汉过一辈子？张婶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跟邢安先回去了。到了晚上，我跟张婶说的话不是随口应付，我是真的想跟你结婚。他张了张嘴，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似的，半天没说出一个字，只觉得眼眶有点发烫。裴邢安，傻了？下周日。下周日就1星期之后，这也太急了吧？是有什么说法吗？下周日是良辰吉日，村里老中医算过的，一嫁娶，咱们就那天结婚。周和彻底愣住了。行，那就下周日，快就快吧，反正早晚都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。裴邢安听见这话，猛地攥住他的手，掌心的温度烫得他心头一暖。他看着周和的笑脸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下周日之前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备齐，让周和风风光光的嫁给他。哎呦喂，你们都别包了，听我说个大新闻，昨天碰到小周知青和裴邢安了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小周知青亲口跟我说，他俩过些日子就办事了。小周知青，他真愿意跟裴邢安那糙汉结婚，他以后不回城了，咋还真跟杭安定上了？谁知道呢？我看啊，还是裴家那小子会疼人，你没瞧着吗？裴邢安天天上山打野味，净给小周知青补身子，城里姑娘再金贵也架不住这10心10意的好啊。还有啊，小周知青说了，到时候定了日子，肯定请咱们喝喜酒。我看呐，这婚期指定近，说不定下个月就能喝上喜酒了。这时裴邢安走到村头，就被一群村民围了过来。邢安，你这是买的啥？看着怪好的，是不是给小周知青买的？你俩是不是真要结婚了？翠英婶，我跟周和准备下周日结婚，本来打算今晚跟你和铁柱叔说的，既然你问了，我就先跟你说一声，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啊！还有各位乡亲，下周日我家办喜酒，大家都来热闹热闹。下周日这么快？好，肯定去。你这孩子真是有福气，能娶到周知青这么好的媳妇。等裴邢安走后，村民们还在议论纷纷。邢安这出手真阔绰啊！红灯牌、收音机、蝴蝶牌、缝纫机，还有之前买的自行车，这3转一响都配齐了。城里好多人家都配不齐呢，咱们杏花村居然有人能配齐，真是厉害。是啊，你说裴邢安哪里来的这么多钱？他天天上工，就算满工分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啊！不会是干了啥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说什么呢？邢安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们还不清楚吗？他天天上工，从不偷懒，每次上山打野味都会把多余的分给村里的老人，他怎么可能干见不得人的勾当？邢安省吃俭用，自己从来不舍得买新衣裳，钱都存着呢，他能买这些东西都是他一点一点攒下来的。你们有这时间议论别人，不如把这精力用在干活上。要是你们有邢安那干劲，你们也能买得起这些东西。时间飞快就到了2人结婚的日子，全村人都来献上祝福。累坏了吧？早就让你少站会儿，你偏不听。今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，哪能偷懒呀？再说有你在，我一点都不觉得累。屋外的院子里，几个同村的大娘正围着灶台刷碗，水流哗哗作响。周和这丫头真是好命，你看邢安连刷碗都舍不得让她干，还掏钱请咱们来做，这待遇咱们村里头一份。可不是吗？周和虽是城里来的丫头，但嫁给裴邢安真不算吃亏。你看今天这排场，红喜字贴满院，肉菜摆了一桌子，就算是城里结婚，也未必有这么大的派头。搞这么大派头有啥用？我看啊，家里的钱肯定都花光了，全给周和撑场面了。等以后回城的政策下来，
人家城里姑娘拍拍屁股就走了，我看裴行安到时候往哪儿哭去。别听他们胡说，我心里有数，不管以后怎么样，我都不会让你受委屈，更不会让你离开我。我知道。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，洒在两人交握的手上，温柔而坚定。裴行安看着此刻神色温柔的周和，忍不住喉头一紧，俯身吻了上去。